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预处理的部分怎么去处理这个资料。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去解读它了，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讲这个资料怎么处理好，那首先呢，我们先在 Colab 来去准备这个资料那这个资料呢，它这个原始资料即使是 GZ 档它本身大概有 9.45 MB，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把它这个下载到硬碟上然后要使用的时候就把它传上去另外一种方案在我们前面的课程有讲到，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放在这个 Google Drive 里面然后呢把 Google Drive 跟你的云端硬碟连起来，你就有办法去取得到这个档案。好，那如果说你已经要把它放到这个 Google Drive 里面通常我会建议就直接先把它解压缩出来这个因为解压缩它也是需要花一些这个运算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本身放在云端硬碟里面呢，你就直接先把它解压缩。好，那解压缩完之后呢，这个2GB档案大概会从 9.45 来到 44.8那个尺寸就会大一点。不过这个还好啦因为我们实际上你在真正运用都是讲破百都比较小啦，都是用那个这个居数在算的用它居数基本上资料量就真的是很大了好，那我们这个档案如果说你要从官方网站上把它取下来我们有留一个连结在上面怎么样把这个资料拿下来？我们有提到啦，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URL 它是一个网址。好，那这个网址呢，你要在你的这个 Colab 上面取下来的话，你要使用的就是 wget 这个指令。好，那你说用 wget 呢，它怎么会有一个惊叹号在前面是因为它吓一跳还是怎么样确实啦因为在我们 Colab 里面呢，我们里面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叫做 Python 的程式码的这个储存格。Python 程式码储存格里面只能写什么东西？没错，就只能写 Python 就只能写 Python。那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额外的指令呢，要去做执行，尤其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云端的主机云端的主机。那这边先直接讲了，它的云端主机肯定是 Linux， 它不会用 Windows 的主机啦好，所以呢，要在上面去执行一些 Linux 的 command 的指令呢，它怎么去下？它怎么样有办法知道说，我现在打的这个文字，它到底是 Python 程式码还是 Linux 的指令它就直接用惊叹号用惊叹号来下去做区别。好。所以呢，如果你要使用 wget 这个 Linux 的指令的话前面加个惊叹号加个惊叹号，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直接去使用这个指令所以你只要把这一行打上去把这一行打上去记得要下惊叹号让它吓一跳然后再下去做执行。这时候呢，它就会直接去把这份文件下载在什么地方？它就直接帮你下载在你的这个档案总管上面我们现在目前在图片上面呢，就已经可以看到已经把档案载下了。不过正常来讲载下应该是有 GZ 档我们现在目前在图片上面看到的这个是已经解压缩过了，解压缩过之后 GZ 就直接删掉了这个算是GZ 解压缩功能它做的算还不错啦就是直接帮你把原档给删了好，那如果说连结失效的话，你就可以从其他地方去得到这个 GZ 档总之呢，就是你要使用的话，要先上传到你的 Colab 的档案总管，或者是将 Colab 的这个虚拟云端主机跟你的 Google Drive 直接去做挂接来去存取这个资料集。好。当你这个档案准备好 ，GZ 的档案准备好了，怎么样去做解压缩那我们刚刚提到几种，一种是你事前解好，然后把它传上去，只是档案比较大或者是你解好放在这个 Google Drive 里面再来，另外一种就是直接使用 Linux 指令叫做 gzip 透过 gzip 呢减低这个指令呢应该说减低这个参数啦然后呢搭配你的这个档案名称它档案名称副档名的点 gz， 然后也是要加个惊叹号让它下去做这个 gzip 的这个指令的执行，它就会直接帮你把这个档案给解开直接帮你把答案解开好，那我们先到我们的这个 Colab 上面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怎么样在 Python 里面去解读这个2GB资料。好，那我现在呢已经在我们这个档案总管已经帮我们把这个 training image IDX3 这个 magic number 它这个档名也给你搞个 magic number IDX3 好，然后这个 GZ 档已经传上去了。好，所以呢。我们像这里有一个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我已经打好了，这笔记本已经打好了，这个是我们在 Colab 中准备资料集。那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的这个资料图像，如果是压缩档案，大概是 9.45 MB 好，这个档案即使你传上去之后，因为它毕竟是档案总管这里后面有一个针对这个档案的选档把它点下去之后，你可以重新再把它载下来你也可以使用这个重新命名这个档案的名称，如果说你有这个需要，然后你也可以删除这个档案或者是复制路径以及重新整理这个档案总管这个是它的。这个右边它有时候会断线用断线之后它通常会自己恢复连线这个可以不用管它，除非在某些比较极端情况下你的这个工作阶段没办法复原，你就只能把整个工作阶段整个中断整个重启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档案已经放上去所以我就不执行这个指令不使用这 wget 你会发现 wget 前面有个惊叹号好，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准备来去做解压缩解压缩的方式呢就使用 gz 这个指令加上减低的这个参数，
然后附上你的党名，党名在哪里哈？党名的话，你这2个党名必须要一致哈。像档案总管的党名是这个啊，对，是这个好，所以你的名称要一样好，那我就下去做执行。好，执行完成之后呢，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它就打勾了。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档案总管目前似乎没有变化，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好，来那个 GD 档它已经解开了，然后呢，它就只剩下什么东西？好 ，GD 档解开之后，GD 档它就直接把它给删了，只留下它里面 GD 的档案。好，这就是它简报做出来的档案。好，所以接下来呢，这个简报呢，这个有需要的话，大家再切回去简报下面看到，因为那简报内容跟我们现在目前画面上的内容基本上它是一致的啊，它是一致的。好，那我们如果现在要从2进位的资料里面要去读取第一笔图像资料的话，那基本上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啊。第一个是我们要先知道说，我那个档案它并不是从第一个位置移动784那个是如果我们连那个标头都没给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做。不过实际上它的上面放几样东西，第一个 magic number 它有放在里面，第二个呢，它放了这个资料的总数量。好，接下来它放了宽度，好，接下来它放了高度我们有先把这个资料先把它写在旁边总共有6万笔的资料，宽度呢是28，高度是28好，如果你要用程式法去把这个资料给读出来的话，你需要做哪几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先为我们这个 training image file 先命名就是这个档案名称先命名那如果你这个不一定要这样做啦，不过我们这个通常为了让自己的习惯比较好，我们会有一个用变数名称去收纳这个资料去收纳资料。好，那这个资料呢，怎么样把2进位资料给读进来读到我们这个 image byte 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 image 好，然后这个 image 里面已经涵盖784笔资料，然后包含我们这个前面什么 magic number 啦，然后这个资料数量啦、宽度、高度都已经在里面。那一份资料怎么一口气把它读进来你要用 NP 的方法用 NP 的方法。那的 NP 方法当然不是它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基本上它方法是放在 NUMPY 里面所以你要使用 import NUMPY 20NP就是重新命名把 NUMPY 重新命名成 NP 好，你就可以使用 NP 的 from file from file 的意思就是我要从档案里面把我的资料给读出来。好，那它读出来的这个 data type 的资料形态呢，通常我们现在目前习惯都是用 NP 下面的 Unity 8的 UINT 8啦就是这个整数8好，把你的资料给读进来。读进来之后呢，那些位元的资料那些位元2进位的资料，它就一项一项乖乖的给你放在你的那个变数里面。所以呢，你这里面资料会有多长？就我们现在目前的算法应该是28乘28再乘上6万笔，至少有这么大，再加上它前面的那个黑的那些资料前面黑的资料，它的资料长度就是那么大。好，总之呢，我们先执行一下这一段先执行。好，那它这边执行没有过了，我们可能要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地方有资料有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他说找不到目录这个档案它找不到目录这个名称有问题了来，我们重新命名一下来重新命名，然后把它复制下来，复制名称，它没有提供复制名称方法好，那我们就直接 Ctrl C 好，来名称不一样这个眼睛要看清楚不一样差那一点点差那一点点意思就不一样来执行一下。OK 好，它现在已经读取完成了这个资料已经读进来了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去看出这个 image byte 到底有多少资料来，我们再加一个程式码区段加一段如果说你只是要看你只是想要看它到底是长得圆的还是扁的直接输入上去直接把它执行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array 资料就0一大堆资料资料形态长这个样子好。那这资料有多长？要看资料长度的几种方式一种就是你就直接拿资料长度下去看这是一种方式执行看看。好，那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应该是正确的，就是28乘28 784再乘以6万，然后再加上它前面那个 offset 的那个 offset 的资料就大概是来到这个资料长度。好，这个我们是做参考用的，好像没有用到，我把它删掉。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实际，虽然我们也知道了 image size 是6万6万，你想要真的把那个资料这个老老实实的把它给读出来那6万怎么读出来？好，你就要从这个 image byte 从第4个到第8个的那个位元那个资料的那个位置把它读出来，然后记得这个资料读出来的时候呢，它要从 int from byte 就是说它从这个位元把资料读出来的时候要转成 int 的形式所以你就是从 int 下去做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情它的那个位元基本上它有这个小位元跟大位元的这个排列方式
两个方向如果相反的话，读出来数字会不一样哦。在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 byte 的 encoder 哦，要使用 BIG 哦，使用这个大码的方式哦下去做读取。好，所以呢，如果你要得到你的 image size 哦，跟他讲说我要从我 image byte 的第4位到第8位读出来，你就会得到什么东西？你就会得到这个6万啊，你就得到6万。然后呢，接下来你想要知道你的图片的宽度啦，跟图片的高度，那你就从第8位读到第12位，从第12位读到第16位。哦，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个那个黑的啊，它里面的那个资料排列。好，那你想说，我上面没有列 image number 呢？如果你想要列 image number 的话，应该怎么读？哦，就是从0读到4，哦，从0读到4。好，那这个部分呢，有兴趣再下去做测试哦，就是从它的那个头啊读4个位置哦，你就知道他们觉得 number 哦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说要去计算我们这个像素的长度啊，虽然我们那个反复讲到底是2828784啊，不过这个我还是老实的算一下哈 ，image 的这个宽度哦，在这个地方读出来的话，应该是28哦。宽度呢，从这个地方读出来的话，应该是780，也是28哦。28乘28就得到784。好，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把资料把它印出来，我们把这个删掉哈，这之前执行过了哦。来，重新执行过一次。好，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直接从我们这个 from byte 里面用这个 int from byte 从我们 image byte 里面把资料给读出来。它读到了什么东西？好，资料数量总共有6万笔。图片宽度是28，图片高度也是28，图片的长度呢就是784，就是跟我们这个前面的那个叙述的这个状况是完全是一致的。好，那所以呢，我如何去收纳我们的这个图片的集合啊？怎么去收纳的资料？首先呢，当然是你要准备一个 image， 我们加了一个 S 哈，表示说它是一个集合。而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用这个 image list 啦，或是其他的这个 image 的名称，那这边比较单纯，直接用 image 加 S 哈。好，然后把它宣告成说它是一个集合，把它宣告成是一个集合。然后这里我们图像的起点呢，我们要加一个偏移位置就是从 magic number 啊到我们这个图片的这个数量宽度跟高度总共它偏移的位置是16，说第16个位置开始呢，才是你真正你的图像784的一张图的那个起点开始，所以那个是你 image offset 的起点。好，所以如果你要开始拿一张图的话，怎么拿？好，你就要从 image 的 offset 去取一个资料长度。好，然后呢，你看你的，如果说你是在从第一个位置下去取的从第一个位置下去取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你的起点。那你的终点位置呢？终点位元呢，就是在你加上你的784的这个资料长度。好，这个就是你的资料的位置。所以你透过这个 image byte 去取说，我从我的这个第16位再往后取784这就是我这个 image 的这个 pixel， 所有的 pixel。然后呢，你就把这个 pixel 加到谁身上？附加到 append 附加到你的 image 身上。好，反复做做几次这做几次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要先决定好了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 image size 是6万次，好，所以呢，你在这里就把这个 image size 放到 range 里面，让它产生6万次的集合，产生6万次的集合。然后呢，你透过 i 下去算，所以它这里才会从哪里开始跑？它会从这个第0个位置一直跑到整个6万笔简易整个这个资料全部收纳完那你如果收纳完之后，你想要确定说，那实际上它到底收纳的图有没有放进去？有放进去，它数量到底对不对？也是一样，我们使用 LEN， 使用 LEN 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image S 的资料长度，确实有6万笔了哈。如果你这个位置刚好偏一点点或少一点点基本上你的程式码上没办法正常执行好，所以我现在已经这个处理完6万笔的这个图像都已经放在这个 image 里面了。那我们能不能试着去输出我们第一张图能不能试着去输出我们第一张图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呢，如果你要把它调出来，很简单你就直接从 image 去这个索引第一张图那在这里应该这样讲说第0张啦，因为第一个位置是0好，第0张你把它印出来之后，你会看到什么东西？你就看到很多数字0，然后呢，如果有数字的地方呢，绝对不会超过255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笔记的浓度在回解里面就是0到25之间。好，可是呢，因为它在这里排列方式呢，因为不是刚好是28，如果它是28乘28呢，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您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可以识别的图像不过在这里看不出来因为它不到28就直接换行了，不到28就给你换行了。好，所以我们换另一种方式。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使用这个列表解析跟 join 的函数来去输出，也就是说，我们强迫去把我们数字去做补齐。而且呢，我们有把我们的图片 resize 成28乘28然后再下去做输出。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执行一下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好，这个地方呢，它会变成每一排都是28，所以这里宽度28
好，然后这里的高度总共28。好，里面的资料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它是0到25，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数字呢看起来是一个在视觉化上面比较舒服的话，通常我们至少要补满3个0。我在这里有设定补满3个0，所以一个0的话就会变3个0哈。然后呢，如果是像这个30，就变成03，我要帮你补齐好。所以在这个画面上，假设你现在看不到000的这个数字的话，在这里看到什么东西？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符号。这个符号呢，如果你把它给涂黑的话，基本上你会看到说，好像有一个数字5在上面哦。好像有一个数字5在上面。好，这个眼睛稍微跟它眯一下这个简单看一下好，那用这种表现方式用这个 print 的表现方式可能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强化一下我们使用 pyplot 来去画这张图那画这张图首先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工具的话，当然你要先把这个 MATLAB 的这个 pyplot 把它这个引用进来并且重新命名成 plot。好，然后呢也是一样你要去指定一下我们现在目前要使用哪一张图我们都是用第一张啦，就是第0号第0号第一张image 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你使用这个 plot， 然后 inshow把这个资料秀出来。这个 image 在秀的时候，记得把它 reshape 就是重新把它调整，因为它里面的资料它像是单位单位就是784，我们要重新把它转换成28×28。好，然后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灰级颜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 CMap Color Map 上面直接使用这个灰色GRAY 使用灰色。然后这个是我们在绘制我们图片的时候这个看要不要上个标题这个可做可不做。好，那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你就直接把这个 plot 的影像把它给秀出来影像把它给秀出来。好，你就会得到一个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只是呢一个是纯文字的版本一个是经过这个 plot 绘制绘出来的版本。好，那在某些情况下，有时候这个一张一张绘太辛苦了尤其这个绘出来这个图片有点大所以我们在下面这边呢有提供另外一个案例这个呢就是我们决定让它显示前100张，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单张的 plot 的大图里面呢，我们切了2个小格子切了2个小格子，应该是说啦，我们总共有切10个，就是宽度有10个，然后高度有10个，所以总共里面就会有100张图，你可以放100张图进去。然后呢，接下来在我们这个图片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决定，我的这个图片 inshow 要放在哪个位置上面放在这个格子的哪个位置上面。好，全部都安排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 plot 秀它就把这张图片给秀出来。那如果你有去加上这个调整子图间的间距的话，它在排版上面会稍微好看一些它会比较好看一些不排会不会怎样？不排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其实也看不出它间距没对齐可是如果你有开着去做比较的话，这个确实你如果有开这个调整间距的话，确实有比较漂亮我把这个之前的把它删掉，再执行一次再执行一次。好，也是一样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资料集这个应该是训练的资料集的前100个然后它前面就是什么50419 21314 35361 72869这个数字如果念久了这个有时候这个念久就知道这个是 ANIST 的资料集好，我们这个单元呢先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继续要往下看